我感到一束光把我点亮，固执的发烫，那会是谁和我一起？我拼命追，不在乎疲惫。我想要这一种幸福，不甘心被生活打败。我相信梦的存在，等到最后都习惯了奢求，这梦想变成了幻想，我还是学不会去放开。我想要这一种幸福，有你的肩膀可以来，有一份爱去灌溉，等到最后都习惯了奢求，也许美好并不意外，我还在这梦里等待我的未来，我的未来。我看到一扇窗，灯火闪亮，忍不住张望，那会是谁如此完美？我拼命追，不在乎疯狂。哎，海早还没来啊？还没呢，买什么菜的呀？鸡蛋、虾、肉、西红柿，然后还有那个香菇油菜。哦，好啊。哎，晚上我给你做一个那个剁椒蒸虾，好不好？嘿，好哎，海早也喜欢吃。哎呀，是跟那个楼底下的李老太太学的吧？嗯，香菇菜心可是我的最爱啊。没汤啊？有，给你做个榨菜肉丝汤，好吧？给你加个鸡蛋。嗯。哎呀，说实话呀，我发现其实大部分时间咱们这些芳龄还是蛮可爱的。每天一下班就会跟我说哪儿东西又减价了，什么菜搭在一起又合适又营养。哎，我这有限的知识全是他们给教的。苏纯，我帽子呢？那不平常放那儿了吗？哎，这篓子里，哦，哎呀，你又给我乱塞到这个里边。哎，海藻，你来了。你戴帽子干嘛呀？哎呀，哎呦，苏纯，你再不把这收拾，我跟你离婚了，我告诉你啊！我来，姐没事啊。行，我下去。我帮你，不用，其他地方小，别让你再把这东西碰了。哎呀，你跟苏川帮我把桌子支起来。好。哎呦，海藻，给你忙不忙啊？瞎忙。你当心点，待会儿那个东西又掉下来。哎呀，好香哦！两只猪都去洗手啊！啊，姐夫，我不去洗手了啊，你帮我拿个毛巾上来。啊？为什么？你们那个厕所跟公厕一样的，满地都是盆，走起来跟地雷阵似的。好。哎，跟你讲过多少回了？啊，下筷子之前一定要看准了。郭海藻啊，你这样翻来翻去的，以后让你婆婆见到一定会骂你没规矩。小贝说没关系啊，他们家没那么多规矩的。切，你怎么知道就嫁小贝啊？啊，结婚证书一天不拿到手，一天都很难说不成变故哦。姐，哪有你这样说话的？我这是为你好，谈了半年就要结婚，一听就不稳当。姐，你有没有与时俱进的意识啊？啊，谈得越久呢，黄的可能性就越大。结婚这个东西啊，就得一鼓作气，趁热打铁。我要在他看我哪儿都美的时候呢，一把把他套住。看你美的，就跟小贝已经是你盘子里的菜一样的了。啊，人家妈妈看上你了吗？我跟你说，
儿媳妇儿因为没有被婆婆看上的，最后被婆婆戳散的比比皆是。麻烦你，规矩还是要走在前头的。哎，这件要烫一烫的。还有上次那个 spray 的，你是手洗的吗？我当然手洗的了。还有你讲，哪次洗衣服前我不看看牌子的？切，我比你仔细多了。等，这几件衣服洗好了，给你挂在这儿，走的时候别忘了拿啊。嗯。还有啊，胳膊肘抬高一点啊！上次长裙子都拖地了，还洗了一天呢。哎呀，知道了。来，白嫂，擦手。你这毛巾拧的可够长时间的啊！又抽烟了吧？你姐了解我吧？这就叫了解。真是一想到明天要见到冉冉，我估计今天晚上肯定要睡不着觉了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兴奋啊，睡不着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明天我可以在火车上睡。啊，对了，海岛来电话了，说那个卧铺票啊没有买上，只买上坐票了。你就打算一晚上这么坐回去啊？怕什么呀？就是站我也要站回去啊！一想到要见到冉冉，我就犹如神助。哦，对了，你火车票买到了吗？啊，买了。比你呢晚到一天。哎呀，你说我要不要给我父母也买点礼物啊？买点什么礼物呢？所以说呀，这男人想孩子呀都是假想，只有女人想孩子才是真想啊！你看我，满脑子就是家、冉冉和你，你呢，满脑子都是你爸妈。什么时候啊，你能对冉冉像对你爸妈那么好，我这真是谢天谢地了。瞧你这话说的，我也像孩子呀，冉冉也是我的女儿啊。想我怎么没听说你要主动给冉冉买点什么礼物呢？净想着你爸妈了。还有，我马上回娘家了，苏纯，您想过给你丈母娘备点什么礼物吗？海平，你是不是要找茬是吧？要吵架是吧？你父母还有女儿，那不是有你在打理吗？而且我知道你想着他们，我有必要客套虚伪那么几句吗？再说了，咱俩两口子居家过日子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的我的，干嘛分那么清楚啊？谁找茬？谁找茬啊？我听你说这个话，我心里就不舒服啊！因为我什么都能干，什么都能打理，所以你就什么都不管了。我问你，生孩子你疼过一下吗？啊，冉冉生病你陪过一宿吗？啊，这不疼不痒的孩子马上长大了，哎，你说他能跟你亲吗？我错了，老婆，是我没心，我不对。我只想着我父母，没有想到你父母。对。这样子吧，明天我上街买上2份礼物，你父母一份，我父母一份，这总行了吧？不行，要不是我提醒你，还不照忘吗？对了，那以后我要不提醒你。冉冉照片寄过来了。知道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快！呀，都长牙了！你看，都长牙了，又长了好几颗呀！哎呀，真是大姑娘了啊！我都要不认识了。哎呦，你看，那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，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放地上吧。哎，我呀，还是送你到火车站吧。这么多东西你拿得了吗？拿得了，不用管了。你老老实实去上班，要不然拿不到全勤奖，多不划算啊！海平啊，又苦你了。哎呀，你路上自己小心啊。知道。这包苹果还有水，你路上吃吧。不要，我路上不吃也不喝，免得上厕所。那怎么行呢？哟，车来了！快！路上来个电话啊！好。慢点啊！
等你啊，没看见？没有啊，你干嘛把他放走啊？明明知道我要回来，你要把他留家里边。你不要急，坐那喘口气，喝点水。你说你也是的，我就回来这么几天，我少赔他1分钟都对不起我这个车钱，还把他放走了。哎呦，这袜子嵌肉里边。看，真是，先喝口水吧。每次回来都像打仗一样，挤成这个样子。来，看看这个脚，哎呀，我问你啥事呢？你别管了。一大早就去接你了，接了你好几次没接回来。你说的6点钟到，现在都11点了。不是，那不是晚点吗？是啊，他在家里坐得住啊？那他现在呢？现在到底在哪儿啊？肯定在桥头坐电动椅呢，坐一次还要1块钱。你爸爸那点工资啊，都让那电动椅给骗走了。你吃一口东西再去呀，马上吃中饭都要回来了。哦呦，急成这个样子。咱们再晚一会儿就回家了啊！妈妈快到了啊！长身骑马咚咚咚，是不是啊，冉冉啊？哎，冉冉，快睡，来了，妈妈来了，叫妈妈，快喊妈妈！在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叫妈妈，叫妈妈！哎呀，叫呀，你快点叫妈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宝宝，哎，宝宝，你叫一声妈妈好不好？叫一声妈妈。哦呦，冉冉真有进步啊！上次管妈叫姨呢，这可都是你外婆教育的伟大成果。别吧，冉妈妈抱好不好？妈妈抱抱。不要，我要老爷抱。哎呦，好，老爷抱，都回家去喽，家去喽。走，跟妈妈回家去喽。哎呀，你怎么又开始喂了？我们已经训练自己吃饭了，是吧？妈妈真是破坏分子。你就满足我一下嘛啊！等我走了，你们再继续这个锻炼。哦，妈妈在就妈妈喂，妈妈走了就自己吃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能干呢！啊，冉冉在哪里呀 ？Miki， 这里呀。有几个 Miki 呀？有几个 Miki 呀？跟妈妈说，有一个。那这个是不是？看，嘟，这后面翻。哎呀，宝宝这么能干了呀！啊，小脚巴喝水来，这个脚巴喝水。这个呢？哎呦，他已经都2岁多了，你还把他当成几个月？海平的意识里，宝宝总停留在3个月走的时候的傻样。他能哄的也就是那些技巧。每当看到女儿竟然会指着书认真挑选要读的篇章，或者单脚平衡站立的时候都惊诧不已。他根本没有意识到，孩子已经长大了。啊，没有啦。妈，我给你拿回来了椅子啊。哦。弄啊！冉冉，你在干什么？冉冉，你在干什么？来，过来，冉冉。哎，妈妈教你的呢。那小兔子在哪里啊？啊？冉冉，你哪来的钱呀？包里面。冉冉，来，冉冉过来。你怎么能偷偷的翻妈妈的包包呢？你要钱干什么呀？你跟妈妈说。我要骑大马。你要骑马呀？冉冉，这可不行啊！
不能偷偷翻别人的包包，听见没有？不能偷偷拿钱的啊！妈，你来。怎么？他从我包里拿的。你过来，然，来。哦，这可不好，从小偷针，长大偷金，这还了得呀？这下要挨打了，不打记不住的。哎，不，咱不打，咱不能体罚孩子。我吓唬他，吓唬也不行，有那个微秋的那个不行，不能吓唬。然，你过来啊！我跟你说，偷偷拿别人东西是不对的。妈妈生气了，很不喜欢，这个事情羞不好，听见没有？咱们以后能不能拿别人的东西啊？那这样啊，我们为了让然能够记住，永远不许偷偷拿别人的东西，我们这次必须要惩罚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定要惩罚然一次。但是呢，然可以自己选，是不是？选哪一种惩罚是？是晚上不可以吃糖了，还是明天我们不去骑马了？想一想，你想什么？妈妈，爸爸，我。2岁半的然，虽然话还没说利索，但意思已经完全明白了。海平要处罚他，他选择抱抱。也就是说，海平这样爱女儿，将所有的心都牵挂在这个小东西身上，将所有的爱都灌注在这个小东西身上，而然却觉得被母亲抱是一种惩罚。孩子已经懂事了，他知道谁是他的亲人，他只跟那些与他日夜在一起生活的人交流感情。而妈妈，什么是妈妈？妈妈就是电话那头的喂，妈妈就是每年来2个星期的女人，妈妈就是一种象征，一个符号。海平在想，我为什么要一个孩子呀？我要他，难道就为了有一天他想起我的时候，甚至想不起来我的模样吗？难道就为了有一天给他一套房子吗？难道就为了离别吗？我要买房子。太仓促了吧？你也别劝我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你呢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。回来这一路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要买房子，把然接来跟我住在一起。我要买一套2室1厅的房子，不要太偏，价格呢大概是80万，首付20%就是16万，我们的存款加公积金总共是8万，剩下8万，你呢负责问你爸妈借4万，我呢问我爸妈要2万。你别急，我不是说让他们少出这2万，我是以后不给他们寄然的生活费了。你现在也知道养孩子是多贵。另外2万，我把海藻结婚的钱拿来先用一用，让他等再结，这样钱一到账，咱们就看房子。可问题是，你把买房子的事儿想得太简单了。你不装修了，不买家具了，这首付呢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贷款呀，还有其他乱七八糟一些项目，肯定要超出我们的偿还能力。你也太冒进了吧？我们的问题不是太冒进，是我们现在太保守了。如果早2年把这个问题解决，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局面。你算算看，我们2个加在一起都快70了吧，还上无片瓦下无寸土。对，我也知道什么急不急在这1、2天，是吧？以后一切都会有的。但我真的等不到以后了，这以后太遥遥无期了。我要现在我就要买一套2室1厅的房子。可是，这钱的事儿，我跟我爸妈怎么说呀？我们家的状况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他们老2口存点钱多难呢，还要负担我那个生病的舅舅。以前你不是一直鄙视啃老族吗？想不到有一天，我们也落到这个地步了。我们不啃他们，别人就要啃我们。这房子涨的，你见过这种涨法吗？啊，股票还涨跌呢。前2天，刚有小道消息说，啊，这房价明年年底有可能下跌。
这2天报纸马上就有人出来说话了，说什么啊要保护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性，说什么楼市才刚刚进入春天，还春天呢，都长成这样了。还有你记得吗？啊，那时候咱俩刚毕业的时候，我给你掐指算过，紫庄那套连体别墅是吧？咱俩不吃不喝在这个城里面，得20年还完吧。现在我再给你掐指一算，还是那套连体别墅，咱俩不吃不喝得50年还完。这说明什么？难道我突然长寿30年吗？这只能说明房子你越嫌它贵，它越贵，它就贵给你看了，你能怎么办吧？所以我跟你说，这次我们不咬咬牙买，可能一辈子就买不起了。跟你妈说，让她别怕，能拿多少拿多少，她老了我们养她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跟她说呀？我说等你以后老了，我们养你啊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我们养他，那是还他的养育之恩，又不是还他给我们买房子的债。哎，你妈养你应该，你养老婆孩子就不应该了是吧？你掐指算一算，你妈养你18年，我得给你活到80岁，万一你再长寿一点，活到90，我还得伺候你吃，伺候你喝，谁养你时间长啊？而且你妈养你那叫责任是吧？对，我养我妈那也是责任。对，我没说让你把你妈扔大马路上不管啊，我只是说你妈给我们房子投资4万块钱，等于买了个终身保障。你就算是投人寿保险，也没这么高的收益吧？是不是这个账呢？行了，我不跟你啰嗦了啊，赶紧问你妈要钱去。前段时间，天天听你说房子长房子短的。自从有了孩子之后，你又天天唠叨孩子长孩子短的。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你提房子的事儿，怎么突然间做决定了呢？是因为女儿，我的女儿是和我的房子拴在一起的，有房子才能有女儿。这次我回去，然然大好多，会说好多话了。以前都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蹦，现在呢，动不动就吟诗作画了。看见墙上有个字儿，会问我：“妈妈，这是什么字儿啊？”一本小画书，能从头翻到尾，跟我说：“这个是麋鹿，这个是水獭。妈妈，是水獭，不是水濑啊！”我听着心都疼。这是好事儿呀，为什么要心疼呢？可他认这么多字儿，懂这么多事儿，有哪个是我教他的？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，对人和情感的理解，有哪一样是从我这个当妈妈的这儿学来的呢？我这个妈妈，现在对他而言，还有什么意义？老婆，一个人生下来，对世界的认知都来自他的母亲。但是你的妈妈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小学老师，她替咱们带孩子，应该比咱们俩更合适。你们又是一脉相传，你怎么会跟你妈妈争风吃醋呢？可然然已经不认识我了，她不认我了。晚上睡觉，她半夜醒来，看见是我，会嚎啕大哭。她不用睁开眼，闻着姥姥身上的味道，就能一路爬过去。我这个妈妈对她而言，跟街上的阿姨有什么区别？说怀孕10个月，她在我肚子里装了10个月。头3个月吐啊吐，一口吃不下；后3个月吃啊吃，吃成个超级大胖子。
临生前就是这样躺在床上，看着闹钟滴滴答答的一分一秒熬过的。为了生他，我受了2茬罪，自然生也疼了，剖腹产也挨了1刀，喂奶得乳腺炎，肿得2个胳膊都放不下来，当时恨不得把乳房都割了。你说自从有了然然以后，我买过1件衣服吗？我连内裤都舍不得买。到头来他和我不亲，我不要，我不要这样的生活。我要在他完全没有懂事之前，把他接到身边来。我要亲自教他、疼他、爱他，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最爱他的人是我。嘿，嘿，你大清早发什么呆呢？怎么了这是？不舒服啊？佛说前生500次的回眸，才能换来今生的1次擦肩而过；1000次的回眸，才能换来今生的1次有缘相见。你说咱俩现在能躺在一张床上，该有多少次的回眸啊？你就想这事儿呢？我们俩上辈子什么都没干，照你这么说，光回头了，神经病吧你啊！我讨厌星期二。啊？周末已经远去，周5还遥遥无期呢。我昨天就因为回味周末的美好时光，我已经1天都没干活。天哪，我今天该多忙啊！哎，你说啊，要是1周能够工作2天，休息5天，嘿，那该多好啊！想什么呢？你老板又不是慈善家。他哪怕有那么一点点善心也好啊。我觉得人生的轨迹有问题哦，每个人都在为口粮拼命，所以才把自己搞得那么不堪重负的。那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是在日子中承受痛苦，还是为了享受欢乐呢？关键是每个人都这么活着，从来也没有人去质疑过。我们就每天都要工作，每天都要不停的工作，1个月工作22天，甚至更多。像牛一样的生活30天，像小兔子一样欢蹦乱跳的日子，也只有发薪水的那么1天。我们要用30天的紧张去换1天的松弛，哎，这样算起来好像很不划算呢。那是你不划算，你老板很划算。你看他长得一副就是残酷资本家的样子，每到星期5就安排你出差，完了星期1等你回来还不耽误你上班。每天一下班的前1刻钟，突然想起有什么事让你来做，你老板的想法多牛叉啊！对，说的太对了。他开的那辆奥迪呀，就是我被压榨出来的剩余价值给堆积出来的。而且我也看出来了，根据他把我当甘蔗一样的都进榨汁机的那个发展趋势啊，他很快就会升级更新换代宝马了。朋友，这就是你我的命，知道吗？还不起啊？牙膏挤好了，粥也盛好了。你要再不起的话，今天就算旷工了吧？啊？我走了啊，拜拜。我生病了，我真的生病了，我起不来，我要到星期5才能去上班喽。大嫂，把里面收拾一下。哎。
这是有我信吗？没有。海嫂啊，今儿晚上啊，哪儿也别去了，晚上有饭局，外滩蓝会所，听见没有？哎。海嫂，你瞅你这不情不愿这劲儿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？啊，外滩蓝会所，那普通老百姓从那儿走过去都怕收钱。我哪有不情愿呢？陪人吃饭也是我工作的职责之一嘛。这还差不多，别忘了啊。这也是海藻最讨厌的工作之一。满桌子的菜，你永远不会下第一块。等桌上所有人都夹一遍，你才有可能去吃别人剩下的口水。饭桌上，你不会全神贯注于菜肴，却要注意谁的杯盏里酒空了，菜干了，然后殷勤倒酒布菜，说一些自己都觉得很肉麻的吹捧的话，对每个人媚笑讨好。待餐毕，别人都酒足饭饱，而自己却腹中空空，了无滋味。明明钱最终落到的是老板的口袋，他只肯分其中小小的1毛给自己，而献媚的活儿都要自己去干。为什么呢？今天晚上有应酬，晚上不能回去吃饭了，你自己吃吧。哪回来再亲你，乖乖的啊，要有个好心情。吃午饭了吗？不想吃。那不行，你一定要吃，不要饿坏了小猪的胃。等着，我给你送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听着。海藻笑了，无论怎么不开心，一看到这只大熊，海藻就会笑。它是那么形象。现在只要一看到大熊，海藻就觉得那就是亲爱的小贝。小贝很认真、很用心地爱他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父母和姐姐，海藻觉得小贝就是他最亲的人了。我的爱一直陪伴你左右，冷风吹入我胸口，是我为你在守候。也
生交汇时候甜蜜的笑容。这点不够啊！时间都会静止，为我这行不，大哥？哎，我先干了，一起啊，一起啊！真是嘞。好，谢谢。请。哎，小郭怎么不喝酒啊？郭，宋秘书那话。小郭有心事？没有。他是新来的嘛，以前没见过。没错，刚来的，还在试用期呢。来，小郭。哎。宋秘书，不好意思啊，您刚说什么我没听清楚。小郭今年多大了？25。成家了吗？还没。前途无量。奇怪，25岁没结婚就前途无量了？来吧。哎，小郭，你买菜回来了？买点什么菜呀？买了点芹菜。我也买点芹菜。今天礼拜6，我女儿要回来。你还睡啊？你不去单位了啊？快起来啦，素纯！快起床！你不去单位了今天？哎呦，都8点半了，完了，迟到了！你怎么不早点叫我呀？迟什么到啊？今天礼拜6。哎呀，礼拜6啊，去什么单位啊？哎，去单位打电话呀？什么电话？打电话跟你妈说那个事儿呀？那个事儿啊？装什么傻啊！你以为你装傻就能蒙混过关？跟你妈说要钱的事儿。这一大清早的又是喊又是扭耳朵的，我的心脏病都要犯了。这不是还没醒吗？你现在醒了吗？醒了。那你想起来了吗？想起来了。哎，那新鲜的。往哪走啊？郭海长，你对花儿可比对我好多了。你什么时候能那么精心的伺候我呀？我对它好，因为它开花呀。你会吗？要不你也开一个我看看？郭海长，我不仅会开花，我还会请安。海长，你这个大喇叭！哎呀，喇叭放！千手观音，好。你什么时候去你姐家？我一会儿就去啊，我要傍晚才回来呢。你会不会不想我哟？我说的是不想我。我不会不想你，我会一直乖乖的想着你。这还差不多，我做好饭等着你。好，去吧。小贝，这个好看吗？地摊货别穿出去给我丢人现眼的。什么呀？
啊，这个正宗的百货公司的2折夏季品呢，原价500多呢。哎呦，等你半天了，怎么才来呀？好堵啊！给我。饿了吧？啊？来，我给你买个香蕉。哎，姐夫呢？哦，他加班去了。来，自己拌。那个，海藻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现在手头有多少存款啊？我哪有什么存款呢？我这不刚找到工作吗？都歇了好几个月了，我吃的都是老本儿。姐，我发现在江州这种地方，我想存点钱，真的是比登天还难。那你到底能拿出多少来呢？8000吧。就8000啊？你还想明年结婚？我看小贝不是什么有钱的人，到时候你们怎么买房子啊？租呗，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再买。结婚不就领张证吗？我们2家人也都不在这儿，也不必办什么仪式了呀。那这样，我呢急需买房子要用钱，你能不能把你的钱加上小贝的钱先借我用用，等我攒齐了我就还给你。好，行啊。那你要多少？我最少要2万，多给不限。我过2天给你送过来啊。那你房子看了吗？没有，我想先把钱的问题解决。姐，你要是去看房呢，就叫上我一起啊。好吧。哎，走的时候把那罐香蕉带走啊。你自己留点吧。没事没事，我吃过了。好吃吗？夜深了，我还为你不能睡。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，左右为难的你，不知怎样去面对。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。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，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，转身的一瞬间，你出现在我身旁，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对你的爱深不见底，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，屏住呼吸，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，它让我们慢慢的靠近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。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。说有一天，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，只因为你没有告诉你，我爱你，真的